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之前呢，我们有帮大家开箱 Sony 他们家的 X95L 4K 机皇。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到说 X95L 它用上了这个 Mini LED 的科技。那时候对比 A80L 有拍摄一些画面，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要像 Mini LED 电视对比 OLED 电视来讲 ，Mini LED 它更亮，然后色彩更鲜艳。那这样看起来买电视就是直接挑这个 Mini LED 的机种才对啊。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以 OLED 电视为主角，那跟大家分析说 OLED 电视它在某一些电影的场景之下，它跟 Mini LED 电视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呢这个 OLED 电视它更适合做哪些事情哦。好，那可能很多观众还是不太了解说 OLED 它的一些原理还是怎么样的一些细节哦。关于 OLED 电视的原理，我觉得这个要放到后面，也许后面几集去讲。但简单来讲 ，OLED 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暗部表现会比这个一般的不管是 Mini LED 还是 LED 电视来讲，它会好非常的多。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反应时间也会比一般的电视来得快。那这两点呢，会改变怎么样的一个观影的体验，我们待会就来跟大家说明哦。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 Sony A80L。那同时呢，在我后方呢，其实是一台 A80K， 所以我们同时有这两台去帮大家做一方面也做一个这种电视跨代的一个比较哦。那同时呢，也帮大家做一个这个不同类型的电视，叫 Mini LED 跟 OLED 电视的差异性。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可能大家对于一个电视特性了解之后，你在挑你想要测试的片段，你会更有想法。那你也可以更快的去找到适合你的这个完美的属于你自己的一台电视哦。好了，那首先讲到 A80L 它的一个外观尺寸上面呢，今年的 A80L 它只有进这个65寸跟55寸，它是没有77寸的。那对比去年来讲是有77寸的 A80K。那今年为什么没有77寸呢？我觉得重点来讲就是说竞争对手变太多了，所以我觉得Sony他们可以也许考量到整个市场的压力，今年就没有进77寸了。那接下来讲到它外框的部分，基本上跟去年的 A80K 是一样的，就是 OLED 电视基本上都很薄在它这个不到1公分的边框，然后接着弧形的带到它的机身的背后。那整个机背呢，它采用一个棋盘式的书包造型，那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算是就是 Sony 他们家标志的造型哦。那整个 Sony 的，你也可以说它的机身基本上它没有在管什么超薄特性，就是他可能觉得说散热或者是整个工艺设计要怎么样，他就是照他的想法去做的。那在接孔的部分呢，4个 HDMI 接孔 ，Sony 他们家的话，不管你买多高阶的，目前看起来就是2个 HDMI 2.1，那就是其他2个就普通的 2.0， 那2个 2.1， 其中一个要拿来接 ERC 的音响，所以你基本上只剩下一个 2.1 可以接你的游乐器或接你的电脑哦。好，那演算法的部分呢？Sony 他们 A80L 一样搭载的这个 XR 的晶片，但如果你看文宣呢，你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关于除了这个生平的 Clear Image 这个是一样的算法之外，它的什么对比度都变成什么 OLED 专用的对比度算法，然后它的连流畅度也是用一个什么 OLED 专用的什么极致流动、极致畅动这个 OLED 的那个行销名词，我觉得 Sony 的那个行销组真的有时候也还蛮有诗意的这样子。那我必须坦白说，其实这东西是白讲。为什么？因为基本上 OLED 它的整个发光特性就跟 Mini LED 不一样，所以你的这个算法肯定是要整套重写的。对，所以就是 OLED 还有这个要有它独自的一个算法。我觉得当然还有很多行销名词但简单讲，你就是大家要想成这个就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好，那其实我们就已经讲完了嘛。那我们接着来讲说。首先 A80L 跟去年的 A80K 最大的差异差在哪里哦？我觉得今年的 A80L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虽然说讲说今年的 OLED 比去年的 OLED 暗部表现更好，好像有点好笑，但今年的 A80L 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就是它的黑更黑，然后也许它的整体的亮度我觉得并没有提升非常的多，甚至在大面积的这种。假如说火光的场景啊，大面积的火光啊，然后甚至大面积的白天的时候，我觉得跟 A80K 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差到那么多，但是在小面积的这种灯光或者是一些
星星啊那种亮度的感觉就会差异比较大，而且它的颜色今年 A80L 也更浓郁，然后更浓郁之外，我觉得它就是冷色可以做到更冷，然后暖色做到更暖，而且那个整个色阶的感觉是更怎么讲，就是更厉害的。我觉得应该用几个场景来举例啦，像《银翼杀手2049》，它最后有一段飞车追逐的画面，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今年 A80L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像它飞车追逐的时候，晚上会有那个车的后面的一个算是红灯警示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用 A80K 看的话，有时候你就觉得红灯就只是一个，就是它的形状轮廓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如果 A80L 的话，它的整个灯就包含到里面的灯管跟外面灯罩的那个上面的颜色，你就会觉得那个差异，我觉得就是有轮廓的更利落、更明显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是男主角就追着另外一台车嘛，然后另外一台车它就落水了。然后落水的时候，你在看那个车灯，两台电视去比较那个车灯在晚上的画面的时候，一样你会觉得说，车灯里面的那个整个灯的轮廓 A80L 是有做出来的，但是在 A80K 上面，你就觉得那个灯的轮廓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知道这当然很难用讲的去说明，或很难用拍的去讲。但简单来讲，我觉得A80L 它跟 A80K 的差异就是说，它整个画面的黑跟亮的交界的感觉，它做得更厉害。然后它的颜色亮跟中间亮的那种，就它亮跟中间亮跟暗。这每一个阶段它都做得更利落，然后分得更清楚，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其实反而觉得画面是更立体的。但整体的亮度，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整体的亮度可能我觉得也许差不多，就是有稍微亮一点点，但是真的跟去年是差不多。所以第一个就是整个画面的一个暗部啊、色彩的表现，就是在更进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今年的喇叭的扬声器的表现，我觉得也有更好。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其实 Sony 他们一般的如果你看到它的一般的电视跟它 OLED 电视的这个扬声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叫做用上了一个叫平面声场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用整个 OLED 的电视的面板去发声然后东西在画面上跑的时候，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东西从左边跑到右边，那你会跟着画面有一起移动的感受。那当然，我觉得以现在商霸满街跑的一个状态下。你去做这个强调它位移啊，或强调它的一个环绕表现，我是觉得其实感受是还好，因为坦白说，你花个2-3万块的商霸，你就可以得到超级好的一个效果了。这样，那你买到这么高阶电视的一个客人，65寸9万多块了吧？那你自然有预算去买一支商霸嘛。所以环绕的移动，我觉得不会是一个问题。但今年的A80我觉得比去年的 A80K 更进步，就是说它整个人声的厚实度跟低音的感觉有做得更强了。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那你刚刚就讲说有钱的他都会买一个商霸啊，那你人声做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会说，也许在以前把电视的喇叭人声做好这个事情是比较没有意义的。那在现在讲，我觉得它就是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像 Sony 他们家有一个叫做 S Center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跟他们家的 Soundbar 去做配合，去加强一个人声的表现哦。那目前呢 ，Sony 他们家高阶的音响系统有2组，一组是这个 A7000，就是平常的 Soundbar 型，那另外一组就是 Sony 的 HT-A9。那我觉得你把人声做得更厚实、更有情感之后，你再搭配，假如说不管是 HT-A9 或搭配像 A7000 Soundbar 这种音响产品的时候，那个加成起来的效果，我觉得就是比一般的 Sony 的电视会再好上许多。所以就是，当然它的人声变好，假如说你把它买一个55寸的，你放在卧室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假如你看一些韩剧，那你基本上也够用，就是它的那个人声的感觉跟整个厚实的程度，我是觉得可以取代。假如说你预算只有买Soundbar预算只有在1万元以下，那我觉得你基本上你可以直接用电视的喇叭去做替代哦。当然，我相信买到这个价位的客人，应该再买一支Soundbar不是什么困难的啦。所以总结起来，反正跟去年进步，一个就是画面嘛，一个就是声音嘛，这样子。好，那好像讲就有点没讲这样子。
那跟去年的进步比较完了之后呢，我们刚刚不是要跟大家讲说，那个 OLED 电视比起 Mini LED 电视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吗？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一个就是 OLED 电视暗部比较好。那暗部比较好这回事要怎么看呢？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就要挑实际的画面来表现了，这样子就是我直接举一个实际的场景，像《西线无战事》里面，就是它有一幕是主角跟这个法国的士兵在这个壕沟里面近身搏斗之后，那当然男主角最后他就很懊悔说，他怎么这样子亲手就是终结了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他那个时候镜头的场景是整个镜头对着男主角，从地上去对着男主角，然后那时候男主角的身后是一个非常亮的白天的这个阳光，那男主角的脸部它是有一侧照到阳光，那有一侧是暗的。好，那这个场景呢，如果你用 OLED 看的话，就是用 A80L 看的话，你就觉得光影的感觉是非常明显，就是男主角的一侧脸有被照到阳光，那另外一侧呢是没有照到阳光的，然后背后的这个太阳非常亮，那也没有问题，然后脸上的那个泥土的，算是泥土的那种干涸的那种一块一块的阴影啊，什么亮度都是非常的立体。但这时候如果你用 X95L 看的话，它会怎么做？X95L 因为它是 Mini LED 嘛，它的暗部的表现其实没办法做到一个所谓的纯黑，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时候把亮度整个提上来啊，男主角背后的亮光会又更亮了，就是真的原本像可能早上10点，那你用 X95L 看就会像中午12点那种超级亮度一样。然后同时在男主角的脸上，他一边有被太阳照到，那个很亮也没有问题，但是一边是没有被阳光照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对比 OLED， 你就会觉得，他这个暗部的脸好像有被打灯一样，就是稍微有比较亮。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整个影响到你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整个画面的立体度。因为你看这个画面，原本它是一个后面亮，然后男主角的脸是一半亮一半暗，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前后的感觉，然后加上他脸上泥土的那种痕迹啊，就是一块一块的 ，OLED 会制造一个非常真实，然后就是你那个光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哦。那 Mini LED 的话，你这时候就会感觉说，哦，原来这个画面是有差异的。那像是再举一个场景，把这个画面再往前拉一点，是德国跟法国的两国的这个使节，他们在做谈判。那德国的使节，他们这时候自己的代表在自己家的车厢内吵成一团，就讲说到底要不要投降。那这个画面呢，你会看到车窗外的阳光照进车内，然后车内的时候，你这时候要注意看的是车内的窗帘的亮暗度。如果你用 A80L 看的话，你会看到阳光照进来的那一侧跟没有被阳光照到的那一侧的亮跟暗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你用 X95L 看的话，你会觉得说阳光照进来之后，其实室内还是有打一盏小灯，或者是地板上的那个亮度的反射会像地板上摆了一个镜子一样，就打到它的窗帘都变得比较亮。就那个光的感觉，我会说，如果你是有拍东西或有玩摄影的人，你就会马上察觉到说，这两个东西，这两个画面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甚至你在看一些场景，是假如说那种有大逆光，然后光打到那个，假如说他男主角有时候会拿一些黑色的那个书本，或拿那个在摸士兵的衣服的时候，那个整个衣服的质感看起来都很不一样。所以这个第一个，你要找到比较适合的画面，你就可以马上分辨出这个 Mini LED 跟 OLED 的差异哦。就 OLED 它在有些场景明暗交加的场景，它是能更制造这种真实的感觉，更立体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些人他们叫这种感觉叫裸眼的3D 视感，就是它让你有一个非常像真实的画面哦。好，那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 OLED 电视其实它在表现这种，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的明暗的场景，它有更加立体感嘛。其实它在表现说整个很细腻，假如说像战争场景，它会有沙子嘛，然后断壁残骸，然后地上都会是很多凌乱的东西，然后有暗有亮，有暗有亮，然后就是那个明暗的分布有点像随机的，然后就是很小区域的。那这个时候呢 ，OLED 的细节也会感觉比较细腻，所以就是
OLED 会给你第一个明暗交加的时候比较立体，第二个就是它的画面会真的又再比较细一点。好，那接着呢，我们刚刚还有讲到说 OLED 它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嘛，反应速度比较快是什么意思呢？像我们在讲说现在的电视其实它之前我们提到说 Sony 它有一个补帧的运算嘛，就是假如说你今天画面只有30帧，那你看一些运动啊，看一些篮球，看一些那种赛车啊，它帮你补到60帧啊，那你的画面看起来更流畅啊。那 OLED 呢，这个反应速度快呢，它就是会让整个视觉上来讲，就是你常常会看到很多人讲说，OLED 反应速度快啊，什么几毫秒啊，低于什么几毫秒，低于几毫秒啊，然后这样就特别适合玩游戏，或特别适合看一些运动场景，你可能会搞不清楚。那我直接跟你讲，反应速度快就是你在画面的那种晃动感，或第一个画面流畅度会变好，第二个画面在极大的晃动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很清晰。那画面流畅感变好，什么东西会有影响？你看一些赛车，你看一些篮球运动，你看一些这个，其实你只要看运动类都会有影响哦。就是因为现在电视还有补帧嘛，那补帧的话 ，OLED 又比较流畅，所以它看起来的感觉，就是你跟 Mini LED 看的时候，你会觉得Mini LED 会比较相对来讲比起 OLED 没有那么的丝滑，我会这么形容。那第二个讲说这个你在晃动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晰，是什么意思呢？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OLED 为什么适合玩游戏？你现在玩很多的那种射击类型的游戏啊，你常常会遇到的什么状况？就是你在射击敌人的时候，你的枪是有后坐力的，你那个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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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它一直射击，它的枪会晃动。那你在晃动的时候，其实你的敌人也在移动，你的敌人在移动，然后你的场景也在移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OLED 电视它的清晰度，就算你不管是你正对着敌人射击，或者是你在跑路的时候，你在移动的时候，你视野做大角度的切换，晃来晃去的，你都会觉得 OLED 的整个画面就是比较清晰、比较流畅。所以呢，它的反应时间低呢，给它带来就是说，它在一些运动的场景来讲，比起一般的电视，它是真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暗部表现嘛，那你玩射击游戏的时候，我跟你讲，玩射击游戏最麻烦就是找人，就尤其你走在那种像什么恶灵古堡，它本身的场景就超暗的嘛，这样。那如果你用一个暗部表现不好的电视，你玩起来就是你走在你完全看不到你的那个漆黑晚上的里面的怪物长什么样子，那就是玩起来很无趣这样。但你用 OLED 电视的话，整个暗部表现是会更好的。那讲到玩游戏呢，其实今年 Sony 他们整个 X90L 以上，他们都配备了一个新的游戏显示的面板，控制的面板。那在这个面板呢，你可以去就是切换一些模式啊，那它可以改变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改变暗部的一个颜色的变化。因为假如说你玩射击游戏，你要把这个暗部的亮度整个提高，因为有人蹲在角落里面，你要马上看到它。那它还有多一个这个十字线，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瞄准不好，然后就可以看这个十字线去做辅助啦。但我觉得游戏控制的面板其实也有几家友商都很早就在做，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或者是很值得说嘴的一件事情。但简单来讲，今年有更新这个东西。好，那刚刚讲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拍几段影片给大家看看。那这次的影片我觉得会比较不一样，在于说，同时A80L 我们跟 A80K 去做我们刚刚讲的画面的一些对比。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把 X95L 跟A80L 去做一个游戏的画面的比较，就让大家看一下流畅度的部分。那就是甚至我们再用高帧数的摄影去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哦。那同时也要讲一下说，很多人可能会看摄影的画面，或看一些去比较电视哦，然后有时候也会比较不准。为什么？我讲一下哦。其实像我上期在拍摄这个 X95L 跟 A80L 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亮度真的差异很大，所以我没办法在同一个设定值下面去比较两个电视。什么意思？就假如说我用同一个设定值去拍X95L， 我在拍这个 A80L 就是会太暗，或者是我用 A80L 的数值去拍 X95L， 就看到整片死白这样子，就是亮度差异太大，有时候那个用录影的比较是比较失准的啦。但是简单来讲，我还是尽量用画面去让大家做到说，哦 ，A95L 它比较亮，那它某一些那种颜色上的感受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还是尽量去把它弄出这种感觉。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说
你基本上你在手机上面看到的录影的画面，这个亮暗度的表现，就是它可能会有绝对上的差异，但它不是跟你实际上看到的那个可能，并不是差距的，就是那个值是一样的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A800的一个比较的画面吧。Besetzung des Rheins, Kanonen, Lokomotiven, Waggons. Das ist die totale Kapitulation. 250.000 Amerikaner landen jeden Monat in Europa. Marne, Cantigny, Cambrai, alles verloren. Was uns jetzt noch von einem Waffenstillstand trennt, ist nur noch falscher Stolz. Wir werden nun die Suppe auslöffeln, die Sie und Ihre Feldherren uns eingebrockt haben. Aber wenn Sie lieber abreisen würden, bitteschön. Wir bleiben hier. Besetzung des Rheins, Kanonen, Lokomotiven, Waggons. Das ist die totale Kapitulation. 250.000 Amerikaner landen jeden Monat in Europa. Marne, Cantigny, Cambrai, alles verloren. Was uns jetzt noch von einem Waffenstillstand trennt, ist nur noch falscher Stolz. Wir werden nun die Suppe auslöffeln, die Sie und Ihre Feldherren uns eingebrockt haben. Aber wenn Sie lieber abreisen würden, bitteschön. Wir bleiben hier.
好，那看完了这个 A80L 的画面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怎么去选电视已经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啦。像 Sony 其实我们今年从这个 X80L、X90L、X95L 到这个 A80L 都拍过了，那其实只剩下很明显的只剩下2台嘛 ，X85L 跟这个 A95L。那我想 X85L 可能相对来讲它的特色就比较少一些啦，因为它便宜价位的电视嘛。那 X95L 的话，这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其实这一集呢，看下来大家也会对于说，OLED 电视它到底适合怎么样的场景？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玩射击游戏，或者你很喜欢玩一些游戏，赛车啊、运动类型的游戏啊，或者是你很喜欢看运动类型的比赛，假如说什么桌球，就是乒乓球，然后网球，什么环法自行车、羽球等等的，那现代的电视基本上他们的补帧技术都做得很棒。那 OLED 电视在搭配这个补帧技术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画面。所以喜欢游戏、喜欢看运动、热爱运动的朋友们，那第3个就是说，你对电影的，如果我刚刚讲电影的暗部的一个感受，你是能感觉出来的话，然后你觉得那个感受是比 Mini LED 来讲给你更真实的一个感官的这种刺激的话，那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去买 OLED 的电视哦。那当然有人会说，OLED 的电视它就是有机发光二极体啊，它的寿命什么烙印啊，就是会比 Mini LED 电视的来得短这样子。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有机发光二极体的寿命比 Mini LED 短，这个看似是一个事实啊，但是你想想看呢，很多客人其实他来到门市常会讲说什么啊，我以前那个什么电浆电视用10几年啊，我以前那个电视用7、8年都没有坏这样子，那怎么现在电视用个什么几年2、3年就坏了？有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让客人去做反思，就是说像手机啊，以前我那个小时候 Nokia 什么3310，那个我用了可能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都还用不坏，我出去就是把它拿来当足球踢，把它乱丢，我想要把它。我那时候还想说，我要赶快把它弄坏，可以换一只新的更厉害的手机。就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弄不坏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的 iPhone 呢，我就光摔到地上吧，它就开不了机了。就是电视它的这个精密的程度啊，10年前跟现在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以前那个 LED 的灯泡可能就是像什么旧的电视还可以靠人工组装，你像那个 Mini LED 啊，那个都细的跟头发一样，那个人根本你想帮忙都去帮不上的。那 OLED 电视的制程也是一样，它越来越精密，所以越精密的东西，它也代表着说寿命也是越来越短。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你买 Mini LED 电视可以用的比较久，就是以现在这个产品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来讲，其实都说不准。那但是如果就像投影机一样，很多人在讲说，投影机什么寿命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讲说，那个灯源的寿命有2万小时啊，有4万小时，有10万小时啊。其实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时间去享受这台好的电视，那以及你用这台电视的用途。就假如有的人就说，我每天就是看那个新闻啊、三立啊、什么中天啊，或者我看什么新闻台啊。那其实你是这样使用习惯的人，你买 Mini LED， 你买 OLED， 你买一般的 LED， 其实是没有差的。所以你既然买了 OLED 电视，我觉得你自然你的心里面你会有一套使用它的方法。那只是在于说你在选购这个电视的时候，你能不能领略到这个 OLED 电视的一个它的独特的魅力之处。好啦，那其实呢这次的开箱比较简短，其实我觉得 OLED 更多的重点是在后面的 LG 篇啦。那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 A80L 的一个差异，那以及呢 Sony 他们自己家的一个比较的规格哦。那看来最后一集就是这个 A95L 做一个结尾了。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哦。那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